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学习本系列教学。这节课程我们对 3D Max 常用的一些工具和操作继续进行学习。首先呢，我们先来学习这个冻结功能。我们在场景当中呢，创建一个这个茶壶的物体，在选中它的这个状态下呢，我们点击鼠标的右键，在这个右键的4元菜单当中，可以看到有一个全部解冻和这个冻结当前选择的这两个关于冻结功能的选项。我们先点击这个冻结当前选择的这个按钮，直接点击它。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物体呢会发生颜色上的改变。那么被冻结的物体呢是不可以进行选择的。那么既然不可以选择，那么我们也无法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操作。那如果说我们想对这个物体呢进行解冻的这个操作，那么直接在视图的任意的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那么找到呢这个全部解冻，这个时候呢它又会恢复到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冻结的这个物体呢是可以被进行渲染的，但是呢它是不可以被进行这个选择和再次修改的。那这一点的话呢，大家要记住。那我们还是先对这个物体呢再次的进行一次冻结，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捕捉的这个功能，然后呢把鼠标放在这个物体上面，我们会明显发现呢，冻结的这个物体的话呢是不可以进行这个捕捉的。那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软件在默认状态下不允许对冻结对象进行这个元素的这个捕捉操作。如果我们想对冻结的这个对象进行捕捉的话呢，可以在这个角度捕捉的这个按钮上点击鼠标的右键，那么在这个浮动面板当中可以看到有一个选项是捕捉到冻结对象，也就是我们勾选它以后，然后呢再使用这个捕捉功能，那么我们就可以呢对这个物体呢去进行这个元素捕捉了。我们这里呢设置的是端点和终点，所以呢我们在进行这个物体创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会明显看到可以呢捕捉到这个冻结的这个对象上。如果没有开启它的话呢，是不可以被进行捕捉的。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也要注意。这个呢就是属于冻结的这个使用的一些方法。接下去呢我们再学习一下这个软件的这个专家模式。我们的这个软件的话呢，分成了这个主菜单，然后主工具，然后包括呢这个视图、面板、状态栏这几个区域。有的时候我们在视图当中的这个操作，想让呢这个视图的区域更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键盘上的 Ctrl 加 X， 这个时候可以把面板和状态栏呢全部都隐藏掉，获得呢更大的一个视图的操作区。那么如果我们想退出这个专家模式，可以再次的按Ctrl 加 X， 那么就可以恢复到有面板和状态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软件的界面了。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软件专家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切换方法。那接下去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这个物体半透明显示。比如说我们在场景当中呢再创建几个这个3维的物体，然后呢我们选中其中的一个物体，然后按一下键盘上的 Alt 加 X，这个时候呢，当前的这个物体呢，就会以这个半透明的形式来进行显示。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结构以及呢场景在进行这个模型的一个这个修改，或者是一些这个物体判断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使用到这个 Alt 加 X， 对这个物体对象呢进行半透明的显示。那么这个快捷键呢，它只是把这个物体呢以半透明的状态在视图当中进行显示。那么这个呢和我们给这个物体指定了半透明的材质呢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材质和视图当中的这个显示，那么我们要区分对待。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这个变换虚拟体的这个显示。那我们现在选中当前的这个物体，那么切换到这个移动工具，我们知道呢这里面呢会出现红绿蓝3个这个箭头。然后的话呢，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操作快捷键的一些使用，可能我们在切换到这个移动工具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这个红绿蓝3个箭头的。这个时候很多同学不太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其实这个就是属于变换虚拟体的一个显示切换。当前呢确实是属于移动或者是旋转或者是缩放工具，但是它的这个虚拟体的显示状态还是属于这种选择的这个工具。那它的快捷键实际上是 Ctrl Shift 加 X 键，那我们按一下对应的快捷键，就可以让对应的这个变换虚拟体呢恢复到我们更加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移动、旋转、缩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变换虚拟体显示切换的这样的一个快捷键。
接下去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这个自适应降级。自适应降级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软件状态栏下的这个按钮。那么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场景的这个体的数量上，如果比较多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对视图去进行旋转操作、平移视图等等之类的这种操作，那么它会把这个物体的显示呢，显示为这个边界和外框。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我们在视图当中的操作可以变得更加的这个高效一些。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自适应降级这个快捷键是欧键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好的，那这些呢就是属于这节课程的内容。如果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学习方面的资料，也可以加到客服老师的 QQ 54675847。更多干货资源、创意教程精选分享，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路过素材”。